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以色列美角的頻道。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來聊聊朝聖者來到以色列可能會有的3個粉紅泡泡。然後等一下見到我媽的時候，再問她有什麼意見。那什麼是粉紅泡泡呢？就是如其名，就是對以色列有一些夢幻的想法。那這些想法呢，可能就是比較浪漫，所以是粉紅色的。那因為前幾天有看到一個留言，就是說他們來到以色列，然後有一些不好的經驗，然後就想起了，美角曾經說過，就是以色列也會有這種，情況發生，那都是很正常的。以色列也會有騙子，所以他們的心情就比較快可以調適，所以我就覺得說，蠻重要的。也許我們就來聊聊，就做這一集的節目來聊聊，就是可能朝聖者會有什麼樣子的粉紅泡泡。那第一個我會想要分享的就是關於景點。那在以色列呢，它的朝聖景點會分2種嘛。一個是它是真實的景點，它是有考古依據的。那種我們就會說它是authentic site， 就是真實的景點。那另外一種呢，就是比較是紀念性質的，像是大衛的墳墓。那大衛真的有葬在那邊嗎？沒人知道。或者說像是馬可樓、最後晚餐樓那邊，真的是耶穌跟門徒最後吃晚餐的地方嗎？不知道。那可能因為沒有辦法去區分說，原來現在旅行團導遊帶我來的是這個景點，這種類型的景點，然後我心裡也要有準備。那可能呢，就是當導遊他帶團員來到以色列的時候，他不會特別去講說，我們現在來的這個景點呢，它是屬於有考古依據的，然後是什麼什麼年代，然後所以考古學家因為這些依據，然後呢推測出這裡是可能是西西家水道啊，或者說像是米吉多啊，這些都是很真實的地點嘛。那可是有一些比較是宗教的景點，那導遊不會特別說，那你可能就要用你自己的想象力，然後你又想象不出來，然後就可能會有一些挫折感。那所以我覺得就是去分辨說，確實有一些景點它是有考古依據，那你可以問導遊他有沒有考古依據，那也許導遊就可以很詳細的告訴你是什麼樣。那另外一種就是他沒有考古依據的，就像是耶穌他升天的教堂好了，在橄欖山就有3個地方，有俄羅斯東正教的，有天主教的，還有一個是東正教的。那沒有辦法呀，就是因為沒有人真的知道說耶穌是在哪一個點，然後升天的。然後或者像是聖母教堂好了，那就是在傳統上認為這是哥哥他，那他是有考古依據，但是導遊不一定會講。那像花園墳墓，就是新教徒比較喜歡那邊的氣氛，可是因為那邊的考古的依據就不符合耶穌的時代，它反而是符合第一聖殿時期的時代，耶穌早了好幾百年，所以就是要看導遊會不會講。那如果導遊沒有講，然後他就是跟你講，就是直截了當的說這就是怎麼的聖經什麼什麼，可能就是會讓你們內心有一些衝突啦。所以我覺得需要去分辨哪些景點呢是考古景點，哪些景點呢只是紀念性質的，那你就是不要太糾結，這樣就好了。那第二個我覺得可能會有的粉紅泡泡呢，就是會覺得說我現在在以色列，我每天都要遇見神，我每一分鐘每一秒我都要有那種好像被聖靈充滿的感覺，好像很喜樂啊，然後很多的就是啟示啊。那我覺得可能在行程的一個過程當中，因為人會累，你搭飛機過來10幾個小時，然後可能行李還被丟，然後很多的狀況，或者是這裡吃的東西你不習慣，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狀況，那可能你會覺得說，哇，怎麼這趟旅遊好像我都在跑景點，或者是我都在做一些平凡的事情，好像就跟一般的旅遊的地方一樣。然後或者是我一直都很忙，我每天就是
旅行社給我排6個景點、7個景點，然後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好好的親近神。每天起床，然後我就馬上最快的速度洗澡、刷牙，也不是洗澡，只有刷牙，然後吃早餐，然後就衝去景點了。導遊沒有給我時間休息，然後或者是我根本沒有時間，就是去好好的去反思，就是這些景點對我生命的意義，然後好像沒有，就是很快的，就是神的話語進來這樣，好吧？那我想講的就是，這其實都是很正常的，因為旅遊就是真的是，除非你是自由行啦，那你就時間慢慢的去做你的靈修啊。但是一般來講，就是當你是一個團體的時候，你一定是配合大家的行程。那也許他會就是很特別，就是真理到每一個景點，然後上帝就給你一些感動，很特別的感動。那也許就沒有啊，沒有就沒有啊，沒有關係。我覺得就是你可以有期待，但是如果沒有什麼很特別的經歷發生的話，也沒有關係啊。就是以後你不知道說，可能神就突然給你一個感動，然後你就想起來說，哦，對，那個時候我曾經在以色列，然後我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然後現在這個感覺原來是代表這個意思，然後我就懂了。我覺得這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這也是跟每個人每個人的年紀有關。像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是21歲，那我那時候當然很年輕，我的期待就是說我走在耶穌走過的路上，我一定會有很特別的感動，而且我就還好。然後我的錯比較是，就是我去到聖母教堂的时候，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跟我解釋說什麼是就是 authentic site， 什麼是 religious， 就是那種朝聖的景點。那當然，聖母教堂它其實是算是有考古景點，但是因為它呈現的方式，它沒有那麼強調考古，你就是導遊也不會講的話，那反而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內心的衝突。所以就是我那一次來的時候就有衝突，所以想說跟大家分享這些也蠻好的。那所以就帶到第3點，我認為會有的衝突就是覺得在聖地每個人都是好人，都沒有騙子。那這也是不太合理的一個期待，因為畢竟這是由人組成的一個國家，那每一個國家都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些人就是他們可能因為生活或者是他的文化或者是他的個性，反正還是有騙人啊。計程車司機也是可能會繞路啊，然後繞路了，然後你講他會生氣啊，然後就是這些事情都還是會發生。或者是你去 Shuk 買東西，然後你給他錢，然後他少找你錢，或者是他的那個給你稱水果，然後就是水果沒有那麼多，可是他稱比較重，然後跟你多收錢，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不會因為今天他是以色列，他是耶路撒冷，然後他就好像每個人都很誠實，然後很神聖，沒有這件事，只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國家。好了，那這就是我可以想到的3點跟大家分享。然後呢，我現在快要看到我媽了，然後再來問問看我媽有哪3點。好，跟大家介紹一下，在我後面呢就是錫安之友博物館，看看它上面放什麼好玩的東西。它寫恭喜Donald Trump， 以色列愛你，就是慶祝他就職了。那這個博物館呢，其實就是關於世界各地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是在歷史中如何的幫助以色列。那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很感人的博物館，有機會可以參觀，但是不便宜。那因為這一集剛好在講粉紅泡泡，所以我就是覺得說，愛以色列的基督徒更需要知道說，以色列它實際上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國家。那這樣子過來的時候，才不會因為期待太高，然後就有那種受傷的感覺。好了，我找到我媽了。那我現在就是要問她，她覺得朝聖者來到以色列的時候，可能会有什麼樣的粉紅泡泡？意思就是說，對以色列的一些很夢幻的想象，然後來到這以後，可能覺得有一點失望，因為那些想象很美好、很粉紅色，然後發現這裡就沒有那麼就是粉紅色濾鏡的感覺，就是好像是一個很普通的國家，然后有點失望。好，你覺得有哪一些？那我剛剛有講3個，你要聽嗎？還是沒關係？沒有關係，看看我們有沒有一樣的看法。OK。如果說我們現在的對象是針對在朝聖者來到以色列的心態的話，
那我覺得說，那就要把自己定位在我是朝聖者，我就不是旅客了。先把自己的身份先定好，然後我把我的身份定好以後，我要來做什麼？好，我是要來朝聖的。那朝聖有幾個方向，一個是古蹟的朝聖，一個是現代版的朝聖，一個是自己的心態的朝聖。那所以在這3方面，我要怎麼樣去滿足我自己？如果是古蹟的話，那可能我就必須到古蹟的地方去尋找歷史的蹤跡，去尋找歷史怎麼樣跟經文配搭在一起，然後讓我從我眼睛所看見的歷史能夠走進聖經裡面的這個平面的這個歷史，從平面走進立體。那我就把我的專注力放在地理上面。考古啊？对，考古啊，就是說有很多圣經地理嘛。那他們現在是遺跡啊，就是一個廢墟。那麼怎麼樣從廢墟裡面看見一個立體的過去？那這個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走進聖經的一個情境裡面，更深入的去理解當初耶穌或者當初任何一個王啊，任何一個人，他們在這個地方的所行所為，幫助我們有更深的對聖經的一個領悟。那如果我是因為後來就是有很多新教徒蓋的，譬如說像聖母教堂這種也是新的嘛，八福山教堂啊，什麼基明教堂，類似這些，那它是跟聖經沒有關聯，但是它是一個紀念性的。那我們就用紀念性的角度，就不要太去推敲計較它啊，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人家本來就是紀念的嘛。而且有很多它是在廢墟上重建的，那就是說它過去它可能會比較接近現實，但是因為它是重建的，所以呢它就變得很現代了，畫了一大堆有的沒有的。那就不要去計較這些，因為它本來就沒有告訴你這是古蹟。好，那你在心態上面你也不用去批判它，你也知道那是假的，就是一個洞穴，然後說這是耶穌童年長大的地方，或者是瑪利亞童年長大的地方。對，那就不要太去計較，就是去欣賞它，體會它。如果你覺得想要計較這些地方，那也沒有關係，就不要去就好了。或者說走馬看花也是一種方式。那如果，我剛剛講第3點是什麼？第3點是你自己是朝聖的心。對。那如果說是我自己來朝見神，我為我的生命的下一個定義、下一個階段的定位，我正在尋求神，那我覺得說西牆是很好的地方，可以幫助你去思考。因為就是說西牆它有一個非常神秘的一種力量哦，就是說在這個地方你很容易得到啟示，你很容易突破你過去的這種障礙。有時候我們會跟隨神，會有一些心裡面的障礙或者模糊不清的地方。那在一些特別神祝福的地方的時候，這時候好像你會踏進一個時空的一個門檻，然後會有領受不一樣深度跟廣度的一些角度。那我覺得說很多就是說類似這些地方，或者說加利利海邊啊，因為加利利它雖然不是古蹟，但是耶穌以前的加利利跟現在的加利利，它還是那個加利利。那加利利你要再特別一點，那你就到提比里亞呀，因為那是耶穌經常去、經常上岸的地方，經常祈禱的地方或者說像那個耶穌長大的地方，或者說耶穌就是說聖經裡面，就是說這一些真實存在的地方跟過去，其實它確實是有一些時間交軌的。是說這個交替在一起，有重疊的，有交叉的地方的。那我覺得說這些地方都可以幫助我們在那個地方安靜下來，靜下心來去思考。那 focus 是你跟神之間有一些什麼過不去的坎，有什麼誤解的地方，你跟上帝在生什麼氣？好，你有什麼樣的一些傷害、委屈？我覺得說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清空
自己情緒垃圾，讓自己一直都在內耗的一個焚化爐啦，一個焚化廠。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屬靈的突破。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朝聖者來到以色列，可以去進入當地的一個3種的一種身份，找一個好地方有對話。對，那這個是我說的是朝聖者，而不是一般的觀光客，也不是其他的身份來到這裡的一個角度。我現在所講的就只是單純的一個朝聖的一個態度。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容易踩雷。如果你不是把自己先定位在我是朝聖者，那你可能會踩到很多的雷，然後讓你這一次的旅程就產生了很多的這種不諒解、不理解，然後會讓自己覺得說，哎，我花了這麼多錢，這個怎麼跟我的想象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先把自己的身份想清楚，然後我想要在這3方面怎麼樣來滿足我自己，我覺得說這個是最重要的。至於其他的身份，那就另當別論。食物來了，哇，這家就是他那個菜單改，然後我們想吃的没有，今天沒有辦法買。這家好吃嗎？這也有嗎？我說這家好吃嗎？非常好吃。然後我剛剛問你的是，朝聖者來到以色列，對以色列的粉紅泡泡，對以色列的期待，對，錯誤期待，浪漫的期待。就是你還有要繼續講什麼嗎？我們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我先。好了，媽媽吃飽喝足。對。現在我們剛才的結論就是，你說朝聖者要知道自己是朝聖者，然後可以有3個角色，朝聖者的角色的心態啦。那還有什麼是對以色列的粉紅泡泡？我覺得對以色列的期待，我們也可以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是我對以色列政府的期待是什麼，或者以色列百姓還是這塊土地，我覺得說也要把自己你到底在期待什麼先去釐清。如果我來到這個地方，這件事情是跟以色列政府有關的，譬如說我入境的時候，那個移民官他可能對我很客氣，但是也可能對我刁難，那這個你就不要生到以色列人的這個氣，會覺得說這以色列的國家就是不行，就是這樣。這是現在做的那個海關，他在盡他的一個職守。那這件事情會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海關，不是只有以色列。所以這個呢，也沒什麼好生氣的，因為每個國家都這樣。那如果說我今天進到了這裡，我看見了很多的百姓，那接觸不一樣的人，譬如說像我們坐公車好了，他們坐公車超能擠的。像我們台灣人，我們是習慣排隊，可是這邊不存在排隊。他們這個公車來了以後，就是一窩的就上了。你如果沒有這個基本功的話，你會被擠下來。那這時候你需要生氣嗎？我的意思是說，你需要生以色列的氣嗎？你認為他們就應該讓你，然後讓你上車嗎？不會。對於你來講，你就只是代表你也是一個人，跟他是一個人是一樣的權利，所以他需要爭取，同樣你也需要爭取。那這個跟我們去到任何一個比較人口密集、比較高度的國家的時候，我們也一樣要拼盡全力去得到我們需要的。他也不會因為今天我是觀光客，我是朝聖者，我是來這邊消費的，他對我們有任何的一個優惠。老百姓不會的。有的地方甚至有的國家，他還排斥外來的。為什麼？因為它帶來很多的垃圾，帶來很多的噪音。然後帶來這個物價上漲，所以他們看見外來的人，他們反而不喜歡。所以當我們遇見了這種跟當地的人有需要去譬如說爭廁所啦、上車啦、旅館啦什麼很多的事情，我們不會有任何一個比他們有優勢的條件。而且你還常常說那個廁所的衛生紙拿很多，他們的那個廁所真的是。你打開門之前，你都沒有辦法去
猜想它裡面會是什麼樣的狀況。你開了門以後，你才會預備你要受到什麼樣的驚嚇。那所以這個呢，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地方也這個樣子，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計較的。那我們再來看社會環境好了，因為他們的文化裡面，他們就是需要爭取的一個民族。他們這亡國之後，他們在全世界各地流亡，他們已經在 DNA 裡面已經習慣於你要做什麼，你必須去發表，你必須去爭，你必須去表達。所以有時候跟他們相處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很強勢，確實是如此，有時候還不講道理。那我也可以承認，在這個地方你跟當地人接觸的時候，他不會因為你是外來的人對你有任何的優惠，因為這個地方以色列基本上都是從外面進來的人，local 的人很少，所以他們已經習慣外國人跟他們的條件福利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也不會得到因為我是一個觀光客，你們會對我怎麼樣？對於他們的觀念裡面沒有這樣。那所以其實我們就把它當作，它就是一般我到全世界去看的人一樣，有對我熱情的，也有对我冷漠的，有对我禮遇的，也有對我粗暴的，那就是這個樣子。沒有特別 holy， 沒有特別 holy， 他絕對沒有 holy 的人。我們這塊以色列，他就是個人，他就是各種種族的人在這個地方的大匯集，不管紅的、黑的、黃的、白的，紅的，各式各樣，就是各式各樣的民族在這個地方大融合，所以沒有任何的優勢。我們也不要對他們有過度的期待，它就是各式各樣的家庭所組成，各式各樣的宗教所組成的，它一點都不 holy。你就是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所及，為你自己創造一個快樂的心境、快樂的環境。那所以如果說政府與你無關，人民與你無關，他們這怎麼樣做，跟全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樣，所以不存在於我對他們有沒有什麼樣的粉紅泡泡，然後被破滅了，因為這個泡泡本身就是不該存在的。我們要面對現實，它就是一般的政府，它就是一般的人。另外，最後一個以色列就是這塊土地了。那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來朝聖？因為這塊土地，因為這塊土地是神的，像以色列的應許之地，而這塊應許之地裡面的人民，這個地方的物產，這個地方的歷史，它種種的都是為了彌賽亞，預備彌賽亞的降生，預備彌賽亞再來所預備好的一個土地，一個溫床。所以當我來到以色列的時候，其實我要在乎的是這塊土地上面神在這個地方的賜福、應許，以及彌賽亞再臨的時候，千禧年這個地方他要怎麼樣成為萬國的祝福。而在這個成為萬國祝福之前，我先卡位。我現在這塊土地上面，我有沒有什麼可以跟神的國度有所連結的？我跟神的國度有沒有共同的語言？我跟神的心意有沒有站立在一起？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個政權，當他在開始組建他的政府之前，他絕對不會是一個零開始，一定是有跟這個政府的人從零開始拼搏，一起同行，一起解決很多問題，到最後這個你所幫助的、支持的、一起奮鬥的，他成了一個權柄之後，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夠叫做什麼論功行賞吧，還是叫做分封諸侯啦，類似這些。那耶穌說了，到了千禧年的時候，我們要與他一同作王。所以作王，也就是說成為政府部門嘛，也就是說成為我們彌賽亞治國、神的國度在人間的這一個政府的部門。所以這個時候，神會挑選的是不是曾經與他在這塊土地上面付上代價的，不論是禱告，不論是支持，不論是愛心，不論是各個方面給予他的這種認同，與跟神的角度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面，這個才能夠成為當基督做王的時候，你被揀選為成為他的
內閣或者他的成員或者他的服務生或者掃地的或者等等一切，我相信這個時候才是上帝這個揀選人的時候的一個思考的角度。如果我們這塊土地我們是完全的陌生，完全的是一個隔絕，完全是一個絕緣體的話，那我們怎麼樣在基督降臨彌賽亞治國的時候，那我們能夠參與在其中？所以我覺得我們朝聖者，我們來到這塊土地，一個是為我自己的一個屬靈的狀況，一個就是讓我來思考這塊地神對他有什麼樣的期許，然後在這個期許之下有什麼是我可以做的，是輿論，是媒體，是我的態度，是我實質的支援，還是我一個禱告。我覺得這都是我們與基督一同參與天國的一個非常最佳的進場時間。所以來以色列朝聖很重要，只是說不要有粉紅泡泡。对，粉紅泡泡它是根本都不存在的事情。所以我跟媽媽講的其實是差不多，但是媽媽講的比較深入。好，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多聽美角媽媽講話的話，歡迎到美角媽媽的 YouTube 頻道，叫做聖經百會，我會放在連結。OK， 那就這樣子啦，大家拜拜。拜拜。